HSK 标准教程5上第17课，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。我奶奶说过，人们应该在最美好的时候离开。因为这个认知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不是我奶奶，而是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内曼。他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峰终定律。我们对事物的记忆仅在高峰和结尾，而事情的经过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。高峰之后，终点出现的越迅速，这件事留给我们的印象就越深刻。大部分人不理解这一定律。比如说，为了一场戏剧演出，我们会投入很多时间，准备服装、化妆、道具、舞台美术，以创造良好的效果，争取给观众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却常常忽视结束退场时的准备。演出开始时，人们认为很有魅力，但是糟糕的结局会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坏印象。有一次，我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前3个小时感觉都很好，只在最后1个小时感到无聊。3个小时快乐减1个小时无聊，等于2个小时快乐。也就是说，我愉快地度过了2个小时。但是我的记忆并不是这样计算的。如果我参加另外一次活动，只在那里待1个小时，早早的告别，我却享受了满满60分钟的快乐。与第一次相比，第2次的聚会留给我的印象更为美好。看电影也是如此。一部电影开始虽然剧情平平常常，如果最后半个小时能使我们感动，我们依然会向别人推荐它。相反，如果在前半个小时就把剧情的创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结尾却非常普通，那么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就肯定不好，甚至会说这是一部烂片。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我在工作中常常会运用峰终定律。例如，做节目时，与开幕式相比，我们宁可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闭幕式上，这样可以加强观众对节目的印象。虽然很多人并不了解峰终定律，但是他们能从经验中体会这种做法的重要性。